憋回去的便便最后都去了哪里？知道真相后再也不憋了。生而为人，总是有不得不憋便便的经历，比如说堵车、开会等等。所以说，只能被迫靠大脑来下达指令，先憋着，等到有时间上厕所，打算尽情释放，迎接酣畅淋漓的高光时刻时，却发现无论怎么用力都挤不出来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也就挤个巧克力黄头。那我们憋回去的便便到底去了哪里呢？灯泡一响，脑洞开讲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便意是怎么来的。一般当我们咀嚼食物，将混合唾液的残渣送到胃里，胃部消化完再送到肠道，这些食物被人体吸收到形成便便，需要53个小时，而其中有40个小时都是在结肠里。当结肠内的便便存储到一定阈值时，便便会掉落到直肠当中。直肠和大脑是连通的，一旦有粪便掉落这里，直肠会告诉大脑请求打开括约肌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要上厕所了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直接去厕所，便便会顺着肠道的收缩掉下来。但如果你不方便的话，那么憋住的便便会直接从直肠撤回结肠，结肠会再次吸收粪便里的水分，导致它变硬变小。这也就是我们憋完便便再去上厕所却只拉出巧克力的原因。那如果人连续憋屎30天会怎么样呢？你敢相信吗？你的一生中要拉11吨的粪便。正常情况下，人类拉粪的频率是1天2到3次。那如果你连续30天憋屎，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呢？人真的不会被憋死吗？这是你憋屎的第一天，昨天晚上已经酣畅淋漓排过便的你没啥太大的感受，只是到了晚上的时候突然涌出一股便意，你费劲儿憋了回去。这是你憋屎的第3天，你便意汹涌，但还是被你的大脑死死控制，不让它们出来。这个时候便便反复的退回结肠，而你体内也在不断的去压榨其中的水分，导致粪便又小又硬。这是你憋屎的第5天，你已经100多个小时没拉屎了，肚子里时不时会感觉到抽痛，这是憋屎导致的肺部不适和疼痛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去厕所，那么就会感觉到便秘的感觉，十分痛苦，有一种吃金针菇一半卡喉咙一半在外面的感觉。这是你憋屎的第7天，你绝对想不到，如今你体内的屎已经变得十分的坚硬。如果这个时候你憋不住了，跑去厕所释放，绝对会听到厕所里扑通扑通的水声。接下来的变化更加颠覆你的认知，你敢想象吗？1周没拉出来的屎会变成一块风干的腊肉，坚硬无比。这是你憋屎的第10天，你的括约肌艰难地守住最后一道防线，你的大脑已经想象自己跑去厕所的画面了。这是你憋屎的第15天，你已经忍不住去了厕所，但你发现明明自己很想上厕所，但是当你蹲下来的时候却又上不出了，这些屎就好像堆在你的肚子里，你费尽了力气，却还只是拉出几颗巧克力豆。这是因为你体内的粪便已经被结肠吸收了所有水分，成为了硬块，导致巨结肠，从而排便困难。如果费劲儿的话，坚硬的屎块还会把肠道给划伤。这是你憋屎的第20天，你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冒着一股臭气，洗了的头很快会油，就连说话时嘴里都有一股很大的味儿。这是因为堆积在体内的粪便气味会如同打嗝一样寻找出口，比如说口腔、鼻孔以及皮肤毛孔。这是你憋屎的1个月，在厕所里蹲了2个小时的你还是去了医院。医生在听到你的描述以后十分震惊，连忙为你做了检查，帮助你排便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。